这次预选他就是民主党希拉里当选了，那对于中国以后还会是以往那种强势的态度吗？其实我同意金老师说的，其实无论谁上台，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，都差不了太多。他整体的态势，那么说作为老大，他防范老二崛起，这是他基本的一个战略诉求，这是不会改变的。但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就是区别在于，共和党更重实惠，民主党会讲一些价值观啊、人权、民主，讲这么一些概念，但他的目标对中国的目标这是一致的。而且随着这种中国实力的上升，我们现在以前美国人卖台湾武器，我们就抗议，现在我们制裁美国公司，确实像金老师说的不同了。那整体来说，我个人还是觉得，共和党上台可能要稍好一些。我个人也是挺喜欢共和党那些农民或者是红脖子那些人的，觉得他们接地气是吧？比较接地气，比较憨厚。就说你跟共和党人打交道，他说一就是一；你跟民主党人打交道，他说一，你不知道背后是什么。像我们看那个历史上来说，跟中国来中国访问的是尼克松，共和党人。80年代中美是一段蜜月期，彼此相爱、彼此喜欢的时候，那是共和党执政里根总统。我们看21世纪初，就说给了中国这么10年战略机遇期的，是小布什总统。当时我们开玩笑说，布什总统因为当年在北京骑自行车，喜欢吃北京烤鸭，所以对中国特别好。有人甚至说，小布什总统哪里是美国总统啊，分明是天朝卧底。有人这么说。所以那10年实际上说，包括那时候江主席跟小布什总统在农庄里，大家在那一起聊天，说后来爆出了很多聊天内容，两人谈的都很深入。就说小布什就说，我们那个你们江主席每天想什么呀？江主席说，我每天都要担心我们这13亿人怎么能吃饱饭，怎么能生活好。据说小布什总统听了特别感动，说：“哎呀，如果金正日也这么想，这个世界不就好了？”类似这种很多就是跟共和党的时候这种交流会更顺畅。美国人呢曾经接一个段子，不知道真伪啊，就小布什啊，75年呢在北京待过1个月，那个时候他爸妈呢，就他爸就是这个联络处主任，就相当于大使。那个时候他是75年，他是29岁，他46年生人，就是单身，而且据说是比较调皮的时候。甚至他爸要打他，那个时候就是喝酒啊、吸毒啊，没对象，没碰到那个劳拉布什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据说在那个期间看中了一个北京姑娘，猛追啊。他是文革的时候啊，你想现在就是观点开放了，那个时候吓死了，就言辞拒绝了，否则的话一段家园呐。这是有据可考的。他做总统之前的第1次出国。第2次出国呢，就是做德州州长的时候，去过墨西哥1个礼拜，所以这个本质上有点土的，他对国外不感兴趣的，就2次国外经历。这个像克林顿是在那个罗斯奖学金在英国待过1年，那个奥巴马以前也出过国啊，小布什有点土的，那个但是人确实还可以啊，就是基本上说什么是什么。所以，从反正人格角度来讲呢，好像东亚好多领袖还挺喜欢小布什的，还真挺可爱，差点成为中国的女婿。对，就是若干年以后有没有这种可能，说中国的女婿当上美国总统，或者说另外一个角度，只要娶了中国夫人的就没有可能当上中国总统？这个倒不会的。我想那个怎么说呢？以后。理论上讲啊，就是比如说在美国留过学的学生在中国做比较高级领导人，这个几率还是非常大的，是吧？中国还是很开放一个社会，而且比较欢迎美国人才，因为美国高等教育目前还是比我们好。我们国家应该讲，这个比如说中学教育应该是非常好的，我们城市里面重点中学，它的教育水平应该是世界第一流的，但是在高等教育里面还是有点差距。主要是跟美国有点差距，所以我们应该还是很欢迎那类人过来，所以这个就是在美国训练的学生，就美国的学生在中国干得不错，这个可能性很大。然后现在美国有大量中国人嘛，那个所谓新移民是吧？他们在美国干得不错也是可能的，所以这2个景象应该是都可能出现，而且应该讲对未来关系的稳定都有一定的帮助，所以中美呢。
不管怎么吵，我个人还是偏乐观的。我认为我们是有这种能力和智慧啊，避免就是所谓的守成大国。